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受到拜登政府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仪式，您怎么看？确实，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第一次以最高的外交礼遇来接待一位外国领导人。此前访美的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没有机会享受到如此高规格的待遇。不过，还是那句俗话：内容不够，形式来凑。真正好朋友的见面，真正友好国家的互访，比如日本与英国领导人访美的时候，是用不着那么多客套、那么多礼节的。拜登政府欢迎马克龙的场面越是隆重，越是说明法美两国之间存在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实事求是来说，他们在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安全观念上面，不仅并不存在冲突，反而是站在同一个正好里的。所以我们看到，拜登刚一上任的时候，就把外交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欧洲大陆，对欧洲大陆举起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旗帜，同时向欧洲大陆吹响了共同遏制中国的集结旗号。在这个方面，包括法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大陆，或者说是欧盟，都是立马就选边站队，立马就从了的。否则，欧盟就不会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好不容易才谈成的中欧投资协议就不会被搁置下来，欧洲国家就不会在武器基站建设与芯片问题上跟随美国的对华制裁步伐。而在安全层面上，当俄乌冲突发生之后，整个欧盟也是跟在美国后面，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同时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金融制裁，甚至是不惜仗势断腕，切断了俄欧之间的天然气贸易。也就是说，以法国为首的欧盟跟美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意识形态与安全问题上，而是出在现实的国家利益上，或者说是出在钱的问题上。而这又主要表现在3件事情上：其一，当欧盟响应美国的号召，对俄罗斯实施能源制裁与封锁的时候，美国的能源企业却在趁机大发灾难财，以高出市场4倍的价格向欧盟出售能源。其二，欧盟并不愿意盲目跟随美国与中国打贸易战与科技战，因为跟中国的经济交往对于欧盟来说至关重要。那么第三，更为让法国与欧盟感到气愤的是，在欧盟配合美国的对华经济制裁的时候，美国出台的通胀削减法案却趁机连欧盟的企业也给伤害了。从这我们就可以看出，以法国为首的欧盟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陷入到了谈感情与理想就伤钱，谈钱就伤感情与理想的这么一种尴尬状态。那在您看来，最终美国会在国家利益层面向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做出妥协吗？假如拜登政府不肯妥协的话，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又有能力对美国做出反制吗？我认为，为了安抚马克龙与法国的情绪，不排除拜登政府会摸一摸马克龙的头，给法国一个糖吃，也就是在通胀削减法案上对法国企业做出一些有限度的照顾。不过，虽然近年来法国在反美与反北约问题上闹得最凶，包括马克龙提出了要让欧盟成为美国之外的世界另外一极，以及建立欧洲军，以在军事上摆脱对北约的依赖等等。但是从长远或根本上来说，美国不可能对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法国也好，还是欧盟也好，并没有多少叫板美国的实力与本钱。而美国在制衡欧盟方面手上的牌却多的是。首先，过去10年来，美国在拉拢欧盟的同时，也在认组新圈子，或者说是另起炉灶制衡欧盟。其中的典型表现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基础的，包括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在内的五眼联盟的作用，尤其是离间了英国、澳大利亚跟欧洲大陆的关系。美国怂恿英国脱离欧盟，美英澳3国结成3边军事同盟，以及让澳大利亚撕毁与法国的潜艇合同，跟美英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艇，都是标志性的事件。其次，美国在欧盟内部还实施了以欧制欧的战略，因为在欧盟内部主张亲华亲俄，主张欧盟要独立于美国之外的，
都是以法德意为首的欧洲传统大国。但是在俄乌冲突之后，中东欧国家是出于安全与意识形态问题的担忧，而跟传统的欧洲大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拜登政府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力挺中东欧国家主张，扩大了欧盟内部的矛盾，并使得法德意等国家因为担心欧盟的分裂而不得不迁就美国的主张，从而使得安全问题被摆到了异常突出的地位，压过了法德意等国家摆脱美国控制以及渴望跟中俄发展经贸关系的主张。那么还有就是，美国还充分抓住并利用了欧盟内部以及各个欧洲国家内部政府与民间的矛盾，也就是政府主张亲俄亲华发展经济，而民间则在美国打出意识形态牌，与俄乌冲突发生之后，又以情绪高涨这样一对矛盾，来操纵了欧盟与欧洲各国的政府。这就是欧洲议会与欧洲各国议会不断地推着他们的政府往激进道路上前进的原因。我认为美国采取的这3招，再加上近年来全球通货膨胀以及俄乌冲突的发生，也导致了大量的欧洲资金外逃美国，导致了欧洲财政捉襟见肘。这些也削弱了以法国为首的欧盟对美国的反制能力。那么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虽然表达对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不满是马克龙这次访美的最为重要的目的，但是我们就看到马克龙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所站的立场和境界并不高。按理来说，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有违自由贸易与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是一个应该被废除的法案。然而马克龙却只要求美国在执行通胀削减法案的时候能够惠及欧盟，尤其是法国的企业。换句话说，就是马克龙认为，你美国可以继续用通胀削减法案来歧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企业，只要对我欧盟，尤其是法国网开一面就可以了。这也就再度证明，法美之间虽然存在着贸易甚至是国家利益层面的摩擦，但从本质上面来说，他们还是一伙的。同时，这种心胸和视野上的局限，也是以法国为首的欧盟斗不过美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